我把亲弟弟卖到了缅北，我是故意的，因为弟弟是个患有超雄症的天生坏种，在这里没有人可以纵容他。我妈怀了5次孕，试了各种偏方才怀上了一个男孩，但在做穿刺筛查的时候，医生却告诉她孩子多了一条染色体。我妈被吓坏了，赶紧和我爸以及我奶商量，可我奶却完全不当一回事，她毫不在意地说道：“别听那些医生危言耸听的，好不容易才怀上一个男孩，这可是我的宝贝孙子。”我爸也赞成说：“妈说的对，这是我儿子，我以后自然会好好教他。”于是我的弟弟出生了。弟弟从小脾气暴躁，但凡我有一点不顺着他就过来打我。有一次他压在我身上，竟想用手去抠我的眼珠子，好在我妈听见了，连忙将弟弟拉开。小杰为什么要去弄姐姐的眼睛？姐姐眼睛好看，我想要挖出来玩。弟弟用一脸天真的语气说道。我被吓坏了，妈妈却一点也没生气，反而像是听到什么好玩的事情，哈哈大笑起来。我的乖儿子哟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，真招人稀罕。从那之后，弟弟的行为越来越离谱，他不仅把邻居奶奶养的鸟拿来炖了，还亲自送给了他。邻居奶奶看见自己的爱鸟漂浮在锅里，一下子就被吓得心脏病发作。我们家赔了不少医药费，但却根本没有人指责弟弟。奶奶反而摸着弟弟的脑袋说道：“隔壁那个老太太自己身体不好，非要讹到我们小杰头上。”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奶奶，你这样会宠坏小杰的。这件事本来就是他做的不对，却不料一个玻璃杯子迎面砸到我头上，我发出一声惨叫，捂住受伤的额头，鲜血从我指缝间流下。弟弟却在那拍手叫好。谁让你说我的？他恶狠狠地瞪着我。奶奶也帮腔：“小杰说的没错，你这个赔钱货有什么资格说我的孙子？扔了好啊！”之后，弟弟在奶奶和妈妈的纵容下，越来越肆无忌惮起来。有回妈妈的朋友带着他女儿来我家做客，可不料弟弟竟偷偷地将人家的 LV 包用小刀划得稀巴烂，他更是用刀将女孩脸皮划出一道小口。要不是女孩拼命地哭喊起来，早就出大事了。自那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愿意来我家，就连亲戚都躲得远远的。可我家里人却根本没当回事，最多只是不痛不痒的口头教训了几句。弟弟并不傻，他很快明白自己在家的地位是最高的，于是他开始百般刁难起我来。就连我洗澡的时候，他也会偷偷溜进来偷看。我大声斥责他，却被他一巴掌打在脸上。一时之间我愣住了，不敢相信弟弟所做的一切。妈妈非但没有教育弟弟，反而笑着说道：“小杰是你弟弟，他跟你闹着玩呢。”奶奶竟还嬉笑着夸奖道：“小杰力气真大，你姐姐已经打不过你了。”弟弟15岁的时候，终于出事了。只因我妈不想让他吃太多甜食，弟弟突然用铅笔刺伤了我妈的眼睛，我妈惨叫一声，我吓坏了，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。可弟弟一脸阴郁地抢走了我手里的电话。叫救护车干嘛？谁让他不给我吃甜食的？活该！弟弟的眼神极为恐怖。当我妈被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医生说眼球充血时间太长，左眼已经保不住了。爸爸知道此事后，他当场就给了弟弟几巴掌，打得弟弟哇哇大哭。奶奶哭着劝架：“你打小杰干什么？小杰才多大啊，他懂什么？都怪你媳妇不好，吃点甜食怎么了？”原本躺在病床上的妈妈竟然也护着弟弟：“老公，别打了，小杰肯定不是故意的。”我妈哭着挡在弟弟面前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弟弟被打怕了，哭着道歉，可我却分明看到他的眼神像是淬了毒一般，恶狠狠地盯着爸爸。我魂不守舍地离开病房，来到走廊。走廊里几个病人家属正在聊天。你们知道吗？最近可真要看好你们家孩子，我邻居家的一个男孩被拐到缅北去了，花了50万，结果人是要回来了，是装在行李箱里头回来的，忒吓人了。另外几人听后发出了倒吸冷气的声音，可我却猛地打了一个激灵，一个念头从我心底缓缓浮出：家里已经没有人可以管弟弟了，他是一个天生的坏种，我不能继续让他留在家里。缅北2个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，我下定了一个决心，我要卖掉自己的亲弟弟。